各位爱多美的会员，大家好，我是爱迪生。那相信很多人在经营爱多美上面都遇到不少困难，都觉得这个生意好难做。那今天我们就艾迪就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实验了很久的一个方式。那我也觉得这个方式呢是最简单，也最有效，容易可以复制给你所有的伙伴的一招。那就请你做好这一个方式，你自然会看得到你的业绩成长，你的组织发展的速度加快。好，那其实经营爱多美呢，真的只需要一招而已，这就是一个50元的生意，其实真的不需要把它想得太复杂。那只要会这一招呢，你就可以轻松快速的获取 PV， 不用一直向朋友推销商品，一直强迫朋友购买。那也可以轻松的将朋友培养成爱多美的忠实消费者。那让这些忠实的消费者呢，自动的找你加入会员。那原本已经是会员的呢，那成功启动它变成一个爱多美的经营者。好，那原本这些非会员呢，非爱多美的会员，怎么样把它们成功转变成爱多美的会员？这个过程大家需要认识一下。好，假设今天你遇到一个客户，他是原本完全不认识爱多美这个事业的，那他一定是在全联、顶好或者是家乐福去购买他的日常生活用品。那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如何引导到他，让他知道说有更棒的一个网络通路，让他可以在爱多美固定买东西，成为爱多美的会员，甚至去经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好，那如果是在其他间直销公司的呢，那个人他一定是原本先加入了这间直销公司，那每个月固定有3-5千块的支出，所以他一定得在这个直销公司去点数折抵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固定有这样的支出，所以他一定得买这间直销公司的东西。好，那后来他发现呢，他的货一直卖不出去，那拉进来的人又留不住，因为每个月要缴3-5千块，不是很多人都受得了的。好，卖不出去，于是呢他就退出。那这两个的流程上面有什么差别呢？在爱多美，你今天推荐了很多会员进来，你可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因为那个会员他可能不买东西，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就表示说他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过来，所以你要成功把它变成他就是在爱多美买东西，你才会有持续性的奖金收入，这就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你推荐了1个人进来，你还是0；你推荐10个人进来，你还是0。那怎么样把它变成1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那如果是在其他间的直销公司呢，这是一个1到0的过程。你推荐了5个、10个会员进来，你可能马上会有一些直接推荐的奖金收入，但是呢，这些会员你很难留住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月的固定支出3-5千块是否这间直销公司的，那他们可能受不了这个支出，他们也发现他们赚不到钱，于是他们就退出了。于是呢，你刚拉进来的那些推荐奖金，你就收了一次，那之后你的收入慢慢递减，你的组织整个崩盘，你的收入就归0了，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好，那怎么样把消费者从全联、顶好跟家乐福带到爱多美呢？好，这边请你做好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只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邀请你的朋友加入省钱团购群组。好，加入这个团购群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团购群里面会定期的抛出各类爱多美产品的资讯，各类产品的优势等等的。那里面的会员呢，因为很多都是使用过产品的，那各类型的产品也几乎都使用过，所以会员们常常会交流产品使用的心得。比如说今天我用过，我有固定在吃鱼油，那他有固定在用洗面乳，那你就可以跟会员彼此之间会在这个群组交流，他会说他用的洗面乳好不好用。那其他会员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心得分享，确实有人用过，那他觉得好用，那你再决定说你要不要跟进去使用这个东西。当你要换洗面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去参考这个人的意见，因为你常常听着会员们他们在群组里面去讨论各种产品的使用心得，你就会发现原来爱多美还有这么多种产品。好，那记事本里面呢，我们贴了有许多公司的介绍，还有产品的资讯，让加入的人可以自行翻阅。让做这些事情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邀请进来的朋友，他们在无压力的情况下，
可以被动的接受群组里的行销资讯，不用一直打扰朋友。正常来说，你的流程是你跟一个朋友谈爱多美，或者你想要他加入，你一定3不5时的就密他，3天2头的就密他。那或者是你给他用了一条牙膏之后，你隔几天你就会一直密他，关心他的使用状况。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被这样子对待的人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一定会觉得很烦嘛。即使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你还是会觉得很烦嘛。但是如果把它放到群组里面，这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有空他就自己看一下资讯，但因为群里面常常都有贴资讯，大家常常在聊天，聊的都是爱多美的资讯，那他自己就觉得，今天我刚好有空，我就看一下，看到的东西，他觉得这就像看电视一样，电视一直在叫你买东西，但是你没有感觉被推销，这是因为你是自己在转台，你自己刚好点开了这个群组，你去接收了人家想要给你的资讯。而不是被强迫的，就是这个朋友硬把资讯灌给你。好，所以这两种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是在群组里面的人，他们是没有压力的。那嫌吵的人，他可能会自己退出，或者是把提醒关掉等等。这个不管。那主要是正常人这样子加入群组，他们都是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可以一直接收群组里面的资讯，而不用你一直去私讯他，一直去关心他。这样其实朋友都会觉得很有压力，而且很厌烦。那久而久之呢，固定这些朋友慢慢看了资讯之后，他可能也会引发他购买的兴趣。那慢慢开始购买之后，他的消费习惯就成功的改变了，就已经从全联转变到爱多美了。好，他用过产品，用了1次之后、2次之后，他发现他已经习惯用这边的东西了。那这边的东西也确实都便宜，很好用。那他就已经慢慢的被巩固成爱多美的一个忠实消费者。好，那如果他在这边用的习惯，他会不会介绍他其他的朋友，也进来这个群组，那成为你的客户呢？因为他们不是会员嘛，即使是他邀请朋友进来，那他的朋友看了一看，他想买东西，他想试试这个产品，一定是找你购买啊，对不对？那无形之中呢，他就已经在协助你经营了，那只是这种不带明显利润关系的一个行为，会让大家整个经营起来是很没有压力的。好，眼见为凭哦，这样进到这个群组里面的会员啊，他们就一直看了很多爱多美的会员一直在这边聊天讨论产品的资讯、公司的资讯，就好像在看购物台一样。我们不是针对他在放送的，我们是就在这边讨论，其他群里面的人只是顺便看到的，他们顺便的看到了这些产品的资讯，所以他就不会有压力说一定要做什么决定，他不想买他就只是暂时不看而已。当他想买的时候，他自然会去翻群组里面的资讯，这一切都是在那个人他自己可以决定的。于是呢，他就比较容易引发他主动购买的意愿。这就是行销和推销的差别。在群组里面的人，他们叫做被行销，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密你朋友的话呢，那个叫做推销。没有人是喜欢被推销的。好，那在群组里面的会员呢，他们就会一直看着这样子群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就像在看购物台一样。那他们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强烈，然后就知道原来爱多美好像真的是一个东西，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好，那他们看久了，自然就会对这个品牌产生信任度。那等他开始要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邀请他进来群组的人协助他购买，甚至协助他成为会员，让他自己购买，对不对？好，透过这个流程呢，就慢慢的成功的把一个从非会员他从全联带到爱多美，那买的习惯呢，他自然就会找你协助他成为会员了。那如果你没有加入团购群的话，会有什么坏处呢？好，那就变成我刚刚说的，你必须要常常找你的朋友推销产品，然后让朋友觉得被打扰。因为正常来说，你不太可能，虽然爱多美的产品很好用，但不太可能他用了一个东西，那可能等两个月之后他用完了，真的好用到他会主动回来密你，然后说请你再帮他买这个东西，然后他又要再等个2天收货。然后会要跟你协调一些收货的事宜，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是那个想要请人家帮你买东西的人，
这整个流程太麻烦了，所以到2个月之后，他东西用完了，他可能还是会选择直接全联走一趟，会比较快的解决他的问题，但这整个对爱多美的会员的经营上，当然就不是一个好处嘛，对不对？好，就是你要苦等那个已经用过的产品来找你回购，你是不太可能等得到的。好，那你通常那个朋友他用完之后，他就会去忙他的事情，他不太会就其实你异地而处，你想象一下你是那个人好了，好，所以你就大概知道会怎么做。那你如果不要流失掉这个客户的话，那你势必得3天2头的去问候他，关心他嘛，他的使用心得啊。那这样子朋友又会觉得被打扰，好像你一直想要叫他买东西一样，这样朋友都会觉得很有压力。那更别谈他有机会会帮你转介绍了。好，那个如何邀请朋友进这个团购群组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从我们日常生活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你可以发现朋友的各种需求，那我们就从这些需求去切入。好，比如说朋友 A， 他聊到说，我最近洗完脸都蛮干的，好，你就可以直接说，我有加入一个网络团购群，他们卖的保湿乳液还蛮便宜的，也很好用，我邀你进去看看，好不好？那通常你只会得到2种答案嘛，要么就要，要么就不要。那如果他说或者是想多了解一点的话，这个时候就凭你对着爱多美的了解，你的专业程度，去多跟他介绍一些这个团购群组里面在讨论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直接就邀请他进来，你看看嘛，不喜欢你再退掉，就这样子而已啊。好，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跟他说你进来一个团购群组，那你可以在里面慢慢看，那里面讨论的东西都是产品都是廉价而且实惠的，好，就这样子而已。好，那再来第2个朋友 B， 他讲到说，我最近的肠胃好像不太好，那你一样可以跟他说，我有加入一个网络团购群，他们卖的益生菌蛮便宜的，也很好用，我邀你进去看看。再来朋友 C， 我最近洗完头发都觉得头发很毛躁，那你一样跟他说，我有加入一个网络团购群，他们卖的洗发精其实蛮便宜的，也很好用，我邀你进去看看。其实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叙述句而已，就真的就这样子而已。好，那邀进去群组里面，那这群组里面的对于爱多美产品认同的会员就会越来越多，那这个产生一个正向循环的力量，越来越多使用爱多美产品的人，他们用过也觉得好，就会在里面的分享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正面。那你其他原本没有在使用产品的，他看到那么多人都说这个洗发乳、洗发精很好用，那他会不会想要试试看？那么多人都说吃这个益生菌很好，那他会不会想要试试看？这个就是群组跟大家合作的一个作用。好，那当然你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邀请朋友进群组，那他不加入的话怎么办呢？好，其实就没关系啊，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方法重点不在于我要让每个人都加入，这个完全不是重点哦，我们不要执着着让这个朋友说一定要加入，也不要因为这个朋友加不加入团购群或者是成不成为会员而去有得失心。好，我的目的主要是透过这个简单的询问呢，你可以快速的获得大量的潜在客户，因为大家都有购物的需求，生活用品的需求。好，你只是提供他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现在都不是谈加入会员哦，我是说你可以来这个团购群看他们常常在聊的东西是不是你觉得真的有经济实惠，有满足你的需求，有的话你要买东西我可以帮忙你，就这样子而已。好，那总结呢，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询问，可以让你快速的加入很多潜在客户进团购群。那透过这些潜在客户呢，一直接收群里的资讯，看着那么多会员讨论产品便宜好用，慢慢相信爱多美是一个好的平台，这绝对赢过你一直噼里啪啦的1对1跟那个会员讲很多爱多美多棒啊，爱多美的产品多便宜啊，讲那么多，其实不如就让他进来群里，看着其他人怎么样在讨论产品，怎么样在使用这些产品，心得的分享有多好用，这样子他自然就会有感觉。好，这样子他自然的就会慢慢成为有机会成为会员。
而且是一个忠实消费的会员。好，那这边来讨论一个数字游戏。透过这个方式，你觉得你要很简单的邀请10个人进群，会不会很难？我相信不会哈。好，10个人里面呢，他们慢慢只这样子一直接收这些资讯。好，有3个人，3-5个人，慢慢的看了这些资讯之后，他觉得有打动他，他对一些产品有兴趣，他就开始试用了。3-5个人开始试用。好，那试用了之后，他们真的喜欢上爱多美的产品，他觉得请你帮忙买太麻烦了，于是呢，想请你协助他成为会员。然后后面有2-3个成为会员了，那你是不是马上就有2-3个忠实消费的爱多美会员？好，那到更后面，他们越买越习惯了之后，再跟他们谈说经营的事情。好，这样是不是我一开始提的那个流程就完成了？好，但是看样子10个人里面之后，最后只有2-3个人成功成为你的忠实消费会员，看起来有点少，但其实并不会花你很多力气，你就是很简单的邀请了10个人进来，那而且我觉得这个转化率算是低的，我觉得应该最后不止2-3个人会加入而已，而是这个你邀请进来的大部分都会加入，因为他们感觉不到任何的坏处，他们也确实看到那么多会员都在使用产品也好用也便宜，那他们自然就会加入嘛。就是要透过这样子一个群组，一直灌输给他们资讯的流程，但是又不让他们有被推销的感觉。好，这就是这整个群组在做的事情。好，透过这个团购群呢，朋友就会慢慢的从潜在客户变成消费的会员，那最后再转变成经营者。好，那今天的分享其实就到这边了。好，谢谢大家。